加密货币的山寨季开启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波的上涨当中，尤其是最近1个礼拜，甚至最近几天，你可以发现呢，比特币的涨幅已经不如一些市值比较大的山寨币了。那以太币是个小例外，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币种。Solana 我们就不说，因为 Solana 它一直以来都表现得非常好，从我们这个牛市都是的。有一些在过去都比较没有波动、比较没有动静的币种呢，在最近涨得非常疯狂。我认为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下个阶段了。比如说瑞波币 XRP 这个币种非常非常久了，这个币种最少有10年的历史。然后还有狗狗币，狗狗币它也是属于迷因币的龙头。还有 Cardano， 最近大家讨论度很高的 Cardano 最近涨得是非常非常棒。还有 Avalanche， 还有Ton、Shiba 等等的 Polkadot 也是在上一轮里面算市值很不错的，算市值很大的山寨币。然后 Chainlink 这个比特币现金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久，它在过去都没什么动静，但在最近呢，这一些它有一定市值的币种，市值很前面的币种，基本上全面开始上涨了。那这很有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山寨季已经开始了，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山寨币的循环周期了。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 Bitcoin Dominance 这个图表非常关键。当这个图表它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就表示比特币它正在从其他的币种上面呢吸取市值，也就是比特币它在上涨的过程呢，比山寨币总体来说要上涨的更好，要上涨的更多。那如果说当这个图表下跌的时候，就代表山寨币它整体来说呢，涨得比比特币要来得更好，它才能从比特币上面去抢走市值。那如果说这个图表呢，它出现了一段向下走的趋势，那我们这个时候把资金多一点去放在山寨币身上呢，绝对会比放在比特币要来得更好。这就表示我们山寨季已经开启了。那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这张图表它的周期，因为比特币它都有自有的周期本身的周期。那山寨币开始的时间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则的。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把黄色线先给画出来，黄色线就是减半，我相信非常的清晰因为减半的时间就是一翻两瞪眼。那白色线呢，就是山寨季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当白色线开始之后呢，过往后面的行情山寨币它都表现的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好，并且这个趋势呢会一直持续到这轮牛市结束。那到了熊市呢，比特币它才会重新从山寨币里面去把市值给吸收回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减半一直到山寨季开始的时间，它大约是235天231天那我们在上一轮牛市呢，其实也差不多，减半到我们开启山寨季，大概就相隔了231天左右两次是基本上是相同的。那我们可以来测量一下我们这次如果以我们这次2024年的4月20号，我们减半往后算231天的话，那大约会在12月的上旬。那我们现在已经在11月的下旬了，所以基本上非常有可能就在最近，我们就开启山寨季的周期。而且我们从现实的图表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状况我们会看到在过往它都不太有动静的山寨币，在最近涨得特别疯狂，而且它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如果你说个别一两只，那这个还比较不好说。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是市值大的山寨币呢，基本上是总体的它表现的都喷发起来了，然后比比特币要好非常多。那我认为我们非常非常有可能就在最近就确立山寨季要开启了。不过我们在山寨季开启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和大家说明一下你可以发现呢，如果观察我们的周期我认为我们在这一轮的山寨季当中呢，它山寨季所发挥的效力不会像我们前面几轮要来的猛烈。当然我们这轮也会有非常不错的山寨季，但不会有前面几轮猛烈。原因有几个，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往呢，当时比特币的市占是非常高的。目前为止我们产生过最疯狂的山寨季，大家应该有听一些币圈的老人在说，就是2017年。我们在2017年呢，我们的市值比特币的市占它下跌的 63%，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山寨币居然从比特币抢走了加密货币全部市值里面的 63% 的占比，这是非常夸张的，非常非常夸张。那我们第二次也就是我们上市的时候呢，我们就衰减很多啦，我们就只剩下 45%63% 变成 45%。那我们这一次呢，当然它一定比上一次要更少
好，我们先讲第一个原因哦。第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最近开启的话，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它就不太会再上涨。当然，我们也在之前有讲到过，其实60%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互换哦。我们在前面也可以看到这个60%市占它的效果，对吧？哦，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它有互换的效果。那我们在此处也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很有可能就开始要向下了。那你说要再向上的话，非常困难哦。你看，我们就没有创出新高。那没有创出新高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转移的这个市占呢，它其实就会比较小，而且我们的底部呢是有在微微抬高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次的山寨季里面呢，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很有可能它不会创造出一个新低点啊，也就是我们下跌的这个幅度啊，最多也就是到上次的底部。那我们可以来测量一下啊，如果说我们从现在开始的话，那到底部也就是36%啊。如果说我们没有碰到底部，那可能就是个20几%、30%左右。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值转移哦。你会发现山寨币它的涨幅呢，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比比特币要高出非常非常多。那山寨币在过往的周期呢，都是先由大市值的山寨币，然后一直不断转移到中型市值，然后小型市值，然后最后是涨那些你都没有听过的币种。那现在我们正在走这个周期。不过以太坊的话，它是没有跟上的，它目前是没有跟上的。那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我认为这次的山寨季会比往前面几次要来的更小，因为我们在这一次的牛市呢，我们是 ETF 牛，它就是以 ETF 为核心的。不过目前呢，其实有一些山寨币，比如说瑞波币还有 Solana 都有申请 ETF， 但是呢都没有正式的通过。那目前来看，通过的几率，就一半一半，不能算太大，也不能算太小。但目前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坊。那贝莱德是有明确的表明，山寨币的 ETF 他们是不感兴趣的。那既然我们这次的 ETF 它只有比特币、以太坊是有 ETF 的，资金从这里流入，那资金从 ETF 流入，它就没有一样的 ETF 管道去流入到山寨币里面，所以我们这次的资金就等于说完全是相阻隔了。因为我们在过去我们都是用 U。你在交易所里面，你要拿 U 去买比特币，拿 U 去买山寨币，基本上它的管道都是畅通，它就是同一种方式。可是我们这次资金流入的管道很多是从 ETF， 那 ETF 它没有山寨币，就会形成这个问题。好，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没有配合 QE 的，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它还是在缩减当中。那我们当时在2020，我们还有搭配上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那有很多的游资多余的资金，其实它就会更容易去外溢到山寨币里面。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个链接你可以选择比特币或以太坊的仓位，你只要完成一次任务，你可以领价值$1000的仓位。那下面是一个山寨币的仓位，那很欢迎大家都可以领取。你只要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把盈利给提币走。那这个仓位都是完全赠送的，无偿的。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其实目前的走势都还算比较健康，还算比较健康。可是呢，我们在过往当我们走到市场山寨季的阶段的时候，或者说已经进入山寨季它轮动的周期的时候，其实比特币它的这个涨幅它就会不足山寨币，然后我们也会渐渐的见顶。当然，我认为现在离顶部呢，它肯定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做个参考，你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上次山寨季开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概在2020年的12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小抄，2020年的12月，大概在这个位置，对吧？开始下跌的时候，2020年的12月。那我们相对来看它大概在比特币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呢？没错，就是我们突破前面的高点的时候。突破上一轮牛市的高点的时候，就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不就正是我们突破前一轮牛市高点的时候嘛，对吧？至少是突破这个阻力区间，就是我们的现在。那如果我们以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就加4年嘛。2020年我们加4年，那就是2024年的12月。那其实也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的附近。所以我们在现在开启山寨季其实是非常合理的。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上一轮牛市。我们突破之后，比特币开始加速，那山寨币它也开始加速，而且如果你有经历上一轮，你就知道，当时是先从市值大的山寨币开始涨起，那当时就在大概在这个阶段就是市值大的山寨币它开始疯狂喷发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比特币呢也渐渐就见顶了我们从山寨季
开启啊，一直到我们牛市结束或者说见顶啊，它大概也就是个4-5个月、半年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时间跨度而已，它不会到太长。那我们到中期之后呢，慢慢就会是一些可能是你比较不熟悉的币种，它就会像比如说市值中型的，甚至是稍微小型的，它就开始疯狂喷发。那到时候比特币它的涨幅呢，就开始疯狂的趋缓了，就基本上是不太动了。那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一些你真的完全没听过的币，你完全没有听过的币，然后突然市值冲很前面啊，像我们上一轮就可以举出非常非常多例子，都有这种案例的。然后我们的牛市呢，它就是渐渐见顶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走的行情。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山寨之王以太坊。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可能有一个误会哦，其实山寨币它不只是要涨，因为每个币都有涨，对不对？我们要挑出，或者说我们挑对了，我们是应该要找出这个币种它的效益，它上涨的幅度是远远大于比特币的。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币种呢，相对比特币的图表上面看出来。比如说以太坊呢，我们就可以看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那其他的币种你也可以看，都有对应的图表。比如说 Solana 对上比特币的图表。而且好的山寨币呢，它的涨幅呢是会比它相似市值的山寨币的涨幅要来得更好的。那其实目前呢，没有在这个周期上的币种，其实就是以太坊。因为在过往我们是会先轮动到以太坊，然后再轮动到大市值的山寨币，是这样轮动的。不过我们这一次是好像先是大市值的山寨币，不过我们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呢，或许再观察个2-3周，我们这个结论就会变得非常明显。我们来观察一下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吧。目前我们还在找底部，对吧？我们还在探底啊。我们这一周我们才又打出一个新的低点。那我们在过往呢，其实我们也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然后我们以太坊出现底部，比如说2016年的12月。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话是比较早，上一次的话是我们在2019年的12月，也就是比我们现在早1年前，我们就看到底部了。那以太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周期该出现强势的时候，它有出现强势。像比如说我们在2016年的12月，那我们2轮嘛，所以我们加8年，2024年的12月，我们必须看到以太坊变得非常强势，底部找到，然后开始变得非常强势，变得远远大于比特币的强势。这一轮山寨机为什么会走成这样呢？其实我自己还在思考，不过我自己是非常深信我们过往发生的事情会在未来发生的，也就是我们最终是会遵循的周期走的。但是以太坊它的汇率呢，或者说我们在比特币以太坊之间套利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就会渐渐的就没有效益了。因为你可以观察，我们在过往的汇率在每一轮牛市的时候它都不曾破前高，我们的高点是在降低的。那我们这一次，即使我们以太坊它开始变得强势，我认为也很有可能不破前高。那如果不破前高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往上的这个空间就很有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要来的这么样的多了，对吧？好，那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